我们都知道漫威是出了名的细节狂魔，但是即便细如漫威，也难免会有穿帮的小失误。今天我们就来看看漫威的那些穿帮镜头。穿帮一，反应堆的大小。在钢铁侠1的山洞里，托尼用那天才的创造力制作了一个反应堆。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反应堆也就是拳头般大小，但在监控室里面，反应堆却扩大了好几倍。穿帮二，凭空出现的摩托车。在钢铁侠1中，托尼在测试马克2的飞行功能，我们可以看到此时的车子前面是没有任何东西的，但等他穿上战甲的时候，车子前面却突然多了一辆摩托车。穿帮3，自动修复的集装箱。在钢铁侠3中，马克38一哥赶来支援托尼，这时我们可以看到他冲过来是撞开了几个集装箱的，但在下一个镜头中，这些集装箱竟然自己复原了。穿帮4，自动修复的挡风玻璃。在复联1中，洛基抢走了宇宙魔方，于是神盾局成员立马开车去追，并发生了激烈枪战。希尔特工的前挡风玻璃也因此有了一个大洞，但在下一个镜头中，这块玻璃竟然神奇的自动修复了。穿帮5，隔空转移的手势。同样是在复联1中，当寡姐被绑在椅子上时，我们可以在她的右手上看到金色首饰，等她挣脱束缚开始战斗时，这金色首饰竟然转移到了她的左手上。穿帮6，钢铁侠的戒指。在美队3中，众人商讨索科维亚协议，这里托尼的无名指上是有戒指的，然而切到近景之后，托尼的戒指就消失了，切回远景，戒指又出现了。穿帮7，钢铁侠的外套。在复联3的开头，托尼和小辣椒在公园聊天，刚开始托尼肩上是披了一件外套的，可是镜头一转，外套竟然直接消失了。后来去到奇异博士的老家后，外套又回来了，难不成钢铁侠的外套也有纳米技术？穿帮8，会闪现的乌木猴。在灭霸带着军队屠杀泽霍贝瑞族的时候，他看到了小卡莫拉，他蹲下和卡莫拉说话，而此时乌木猴就一动不动地站在灭霸身后。等灭霸牵着卡莫拉走向亭子的时候，乌木猴却不见了。等灭霸走进亭子里，乌木猴又以之前的姿势出现了。穿帮9，美队的姿势。复联3末尾处，美队双手接下了灭霸的一击，此时我们可以看到美队是左右手分别抓住灭霸的大拇指和小拇指，但是在别的角度的镜头里却变成了双手握住灭霸的拳头。穿帮10，灭霸的武器。在复联4中，灭霸将雷神打倒在地，并且想用暴风战斧彻底解决雷神，幸好美队丢出了雷神之锤阻止了灭霸，但灭霸只是转了一个头，手里的武器就从暴风战斧换成了他的大砍刀，看这切刀速度，起码也是个10年老兵了。你还知道漫威里有哪些穿帮镜头吗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。